四边手册喽。2024年3月，在一个气温9度左右的下午，飞越回归线比北半球更早地获得了一个夏天，但这个3月的夏天还是要停下来了。这场旅行在明天就要结束了。可是20岁的夏天永不停歇。回到国内，你们将获得第2个夏天，那个真正属于你们的夏天。在那个夏天里完成学业，在那个夏天里和朋友告别，在那个夏天里成为一个崭新的大人。离别前，最后的礼物是一场最灿烂的烟火，那将是一场点亮夜空，让云彩发光，让星星坠落的烟火。凌晨3点，日出毕业歌会，我们在普吉岛最东的地方见。提前祝你们毕业快乐！啊，唱到明天，现在就出发了，直接唱到通宵。走，现在就唱。凌晨3点，挺颠的。晚上赶飞机是吧？怎么样？就看到他们现在这个相处，应该还是基本上所有的故事都已经结束了，尘埃落定。好，我们已经听完了本季的最后一条留言。那现在呢，我这里也有一支录音笔，大家有没有想录一条言给镜头里的他们？我们会把录音呢发给你们留言的对象。那这期节目上线的当天呢，他们会通过微博把录音发出来。谁先来？我想留给第一个出场的勇敢的小兔子楚楚同学，你真的超级可爱，我非常喜欢你。希望这位芭比公主脸上永远洋溢着幸福的笑。还有锻炼同学，希望你在夸奖别人的同时，也能够好好的夸奖自己。我非常喜欢你们2个，即使你们没事。首先得向那个楚楚同学道歉，因为，可能在看到你在这个镜头当中，在画面当中，我可能也像你之前认识的许多对你有偏见的人一样，但是呢，没有很久，大概用了10分钟的时间，就让我对你打消了偏见，然后逐渐的发现了你身上的魅力和真正的力量，最后。这句话真的，最后我要说这么一句话：楚楚船长，宇宙第一无敌厉害！楚楚船长，宇宙第一无敌厉害！我觉得其实这一趟旅程让我们见证了情感的多元，比如说像大伦和菜菜，他们2个从吃对方煮的第1碗泡面，就像松木遇上烈焰，火势蔓延。我们看见小庄和大树，就像白骨疯长，那么自然。因为我觉得猪猪在这个节目当中收获到的成长应该是非常大的。希望你在未来的感情当中可以再勇敢一点，也许你会收获到比节目里更多更好的感情，所以加油。科学美白，强大温柔。本节目由谷雨赞助播出。飞猪暑期大放假，1688元红包送你花。本节目由飞猪旅行赞助播出。谷雨更适合中国人肤质的植萃美白品牌。本节目由谷雨赞助播出。走，跑起来！哇，跑起来！哇，我怎么跑起来啊？哇 ，Let's go！ 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用着水小溪，像星星都交过夜光，晒过很凉快。3点半，关键还换了一套妆容，换了一身衣裳，真厉害！年轻人真有劲儿啊！先入座吧，就坐吧。这是树桩。我做小树桩。哎呀，我的发型儿。我蚊子是主持人啊，今天的，好帅！哇，好有型啊！鼓掌！欢迎来到我们春日4班盛大的毕业典礼，在普吉岛这个美丽的小岛上，共同见证这个特殊而珍贵的时刻。下面我宣布，春日4班毕业歌会现在开始。
首先我们要欢迎第一位木木。然后这么快，好。OK 我调整一下情绪啊。这里是木木对春日4班的同学们的离别赠言。我是一个有非常多缺点的人，就像枫叶同学在餐桌上说的那样，我是一个非常在乎自己形象的一个人。我喜欢把自己的头发打乱，去摆弄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然后我还喜欢一切反光的物体，因为可以照镜子。还自言自语呢。其实现在呢，我可以在晚宴上去大口的去吃饭，躺子上把自己晾干，让大家知道我最放松的样子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所有人对我的改变。在1个多小时之后呢，我们可能就要暂别彼此，散落在这个星球的不同角落上了。无论未来我们的身份如何，心理师、石油工程师，或者是超模，我们永远都是春日4班的一份子。希望我们永远铭记曼谷的夜、普吉的海，还有我们的约定。讲真好。最后呢，我还有一些话没有写在这个稿子里。哎呀，想单独对坐在我旁边的青青说。你可以上来吗？老师，心都碎了。哦，天哪！我磕的是1P。哎呀，其实就是，无论是这趟旅程中，还是未来的所有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浪。我希望就是今后，无论是你，是我，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艰难与困苦，或者说是挫折与不安，我们都可以一起去面对。我会跨过流言蜚语去拥抱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这首歌选的也很适合，对，太确切了。蚊子哭真够。不要吧，蚊子。哎呀，蚊子其实很容易哭的感觉，真的特别感性。然后下一个要出场的是我，我是蚊子，我的名字是这次旅行中大家提到过最多的一个名字，为什么？蚊子太多。因为大家每天都会说小心有蚊子。还我情绪，真的。我们大家分别从北京、洛阳、香港、连云港、长沙来到这里，也将在明天太阳升起之时散落成繁星。没事，蚊子，没事，蚊子，加油！但是希望大家的人生都会有一场来我家乡海南的旅行。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说小心有蚊子了，记得要说，他还哭了一下，要说放心有蚊子。我还记得在饭桌上，大家给我的体验卡上都送上了祝福。小庄说的是多喝牛奶，天天开心。当时我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你给我的祝福很敷衍，让我想哭又想笑的。但是我现在仔细想想呢，还是觉得有点敷衍。但是再后来想想呢，发现原来你在这段旅程中，一开始就在坚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让大家开心。我的银行卡密码是，我先告诉你，别哭。妈，你看，妈。
尽管有时候你会焦虑，也会怀疑自己，但是只要你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你就会立马切换成你所谓的他们是真的好朋友，乐观开心的小庄，为大家带来欢乐。所以我也希望你说的开心最重要的前提是别忘了自己也要开心。带我给他一个拥抱吧。写给段老师的，段炼老师说的是天蝎男神勇敢的做自己。我想对段老师说的是，你是一个非常才华横溢的男生，我也能深刻感受到你从刚加入时的挣扎到现在的收放自如。在了解你过去的经历之后呢，我真的很理解你，但是过去的事儿，我觉得就让它过去吧，因为现在又多了9个爱你的朋友，所以我要送给你的祝福是，要与过去和解，现在要用爱来拥抱爱。木木给我写的是，以后的每天夜晚都会有很多的星星。要哭了。我想跟木木说，你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然后相处起来特别舒服自然的一个人。在曼谷我们大家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当时其实自我介绍我特别紧张。其实我也是春日4班的一员了。当你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向我的时候，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所以我给你的祝福是，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多照照镜子，因为那里不仅有你的那张帅脸，更是因为你的眼睛里也全都是星星。哇，他真的好感性哦！啊，天哪！文字真的好用心啊！他真的好用心哦，好棒啊！哎呀，他和段炼两个是最敏感的。然后菜菜对我说的是，你在我们心中是最帅的巨人。我想跟菜菜说，菜菜其实你是一个外表看着很高冷，但其实内心真的是一个超级温暖的一个人。很多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搞笑的事都发生在文字这儿？把这个丢了吧，因为真的没有用。哦，那个有用，不行。这个得看，怎么又好笑又好哭？真的，就这个是大家的祝福嘛。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像，所以我真的很开心在这段旅程中能遇到你。然后就剩下女生们了。猪猪说的是放开玩，一切都是体验。其实我没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应该想说的是想做什么就放手放开的去做，所以我希望你以后也放手放开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做一个更勇敢的人。楚楚说的是蚊子同学永远帅气。其实我觉得你是我们5个女生里面就是最单纯也是最勇敢的一个，因为你会在自己喜欢的人的面前，你会大声的勇敢的去说出来。我觉得这是我做不到的事儿，所以我希望你以后也要保持这份纯真还有勇敢，然后以后一定要越来越开心。大树说的是你是最温暖的人，后面有3个5，呜。其实你同样很温暖我，因为你问过我吗？你说你长那么高，会不会不愿意跟你做朋友？我不想跟你站在一块儿。我也跟你说过，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你站在哪里，我就站在哪里。大伦老师说，毕业不是结束，是全新世界的开端。后面还有个拇指是吗？那是屎还是拇指？
大聪明，大拇指。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对你就是真的蛮有好感的，但是既然都已经就是尘埃落地了，我觉得希望你们两个以后也要好好读。哎，等一下，先给你个拥抱。哇，他好真诚，全说的大实话。放心，有蚊子。来吧。加油！太酷了，太酷了，还是太酷了。下面一个朱老师。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人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在一些瞬间里。因为我平常很爱听歌嘛，我很喜欢一首歌，往往不是因为它的旋律，是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歌词非常打动我。然后我想写下的就是我觉得最适合你们的一句歌词。第一个是楚楚，你最打动我的一个瞬间，其实是你每一次勇敢表达心意的时候。虽然你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妹妹，但是我在你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我想送给你的歌词是《放肆》里面的，就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哇！然后接下来是青青，你一直都在很勇敢的做自己，希望今后你也是。然后我送给你的歌词是《见或不见》里的，见或不见，亦很挂念，你在心里，亦在面前。哎呀，大伦，你身上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虽然你话总是不多，就是很安静，但是我感觉那是你在感受这个世界。我送给你的是《疯狂世界》里的一句话：你是一种感觉，写在夏日晚风里面。好。然后是大树，就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很奇怪的场景里。Hello。我身边有坐着有柯南，然后有蜡笔小新，还有海格。我不知道你对兔子警官的印象如何，但是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觉得我们俩很合拍。还有就是我们的 CP 永远不倒。然后我送给了你的一句话是《上海 Dream》里面的：当你看着我，我懂我们如此合拍。然后是木木，你留给我的那个 moment 呢，是我们在皮卡车上一起唱歌。不明白。当时身边是川流不息的车辆，然后我们坐在皮卡车的后座，穿着校服大声的唱歌，就有一种时间暂停的感觉。我送给你的是《想听》里面的那句：平静的海依然充满热情暗浪。接下来是小庄，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你是一个二次元。乌鸦脱皮记，乌鸦脱皮记。你很可爱，而且很帅了。然后送给你的是《夏日最后的烟火》里面那句：可以是脆弱，可以是不完美的。然后就是恋，你留给了我的那个瞬间，是我们一起路演的时候，我们一起站在舞台上，风吹过，然后台下的观众用泰语为我们加油。那天你在台上调试吉他的样子很认真，真的很特别。你也不需要改变什么，我相信一定有人会喜欢那个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你。我送给你的是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然后是菜菜，你留给我的瞬间其实比较多吧。哎呀，就是你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就你看起来很高冷，然后给人一种可能生人勿近的感觉。但是后面熟悉起来发现你就是挺幼稚也挺可爱的。你总是在尽力的活跃气氛，然后就是各种整活，然后带给大家很多快乐。我送给你的是《盛夏光年》里的让定律更简单，让秩序更混乱，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绝了！天哪，真的好绝。然后就是蚊子同学，我觉得我们俩熟悉起来好像没有用太长的时间，我们第一次去夜市闲逛就好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你留给我的那个印象很深刻的 moment 是我们俩一起跳海，被晒了一天的海水真的很暖，很开心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我送给你的是《稻香》里面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哎呦，最后就是关于我们全体，其实有很多很多个 moment 啦，但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最后一起吃饭的时候看的那场烟花。
好美好啊！就是第一次自我介绍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很希望可以和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现在也真的做到了。我留给我们的话是《透露》里的那句：“这是全天下最完美的阵容。”最后就是我想对自己说的，我发现了那些原本我可能从来没有直面过的一些缺点，就是让我错失了一些东西吧。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还有一句，每一次分离呢，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好加分哦！很用心。来吧，锻炼。都太消极了，消沉了。给大家现在这个才艺展示，就是希望大家能稍微开心一点。那个送大家一首歌，叫做《Butterfly》。这数码宝贝啊！对，进化。太帅了！很感动啊，最后的进化。哇，这么帅吗？哇！你小时候看过这动画片吗？啊，你也看过啊？肯定啊。好帅啊！帅，好棒哦，好帅！锻炼会好多东西啊，好有才。哦，他的才艺真多啊！我真的怕他一个人顶一个乐队。你们好，我叫锻炼，可以叫我练。很高兴认识你。欢迎新同学。很高兴认识你们。这趟旅程对我而言是一次破碎再重建的过程。我所有引以为傲的一切，好像都在来这里之后逐一瓦解了。舞会上的大冒险，碰喜欢异性的头3下，把椰子交给一位异性。大象营地里躲闪的目光，还好。我一直自信的社交能力被反复打击。我坚持了很久的健身，在我看到了木木那一刻，感觉我都白练了。我现在也没了，什么都没了。但是呢，就像健身一样，撕裂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重建的过程却是弥足珍贵的。在 Last Dance 最后的那一秒，我第一次赋予感情以勇气。在滑翔伞上望向海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情感在广阔的宇宙下是那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在没有秘密的星空下，我第一次选择和自己和解。这趟旅程，我所收获的其实远比我想象的要更多。我想谢谢我的好兄弟们，谢谢你们在我来的第一天照顾我，给我温暖。谢谢木木在第一天我没有收到留言的时候来安慰我，在星空下说出我的故事的时候紧握着我的手。说不说了，这俩说不说。谢谢菜菜，在我感受到自己处在集体的比较靠边的位置的时候，能过来搂住我的肩膀。谢谢小庄和蚊子，在我情绪最低落的2天，是你们的鼓励让我有勇气能解开心结。谢谢你们给了我一场如此美好的毕业巡游，谢谢所有人。最后的最后，我还有一段话，想送给一个跟我性格挺像的一个妹妹。哇，未来的路可能并不会一帆风顺。或许你喜欢的人不会喜欢你，或许你努力了很久的事情并没有好结果，
但请你永远不要忘记做自己，不要忘记坚持你的内心。你所期待的人和事一定会出现在不远的未来，你所浇灌的那朵玫瑰也终会绽放出最耀眼的颜色。你在干嘛？楚楚，楚楚，谢谢。哇！未来我们继续加油，一起加油！这趟旅程能遇到你，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很高兴能认识你。你所浇灌的那朵玫瑰也终会绽放出最耀眼的颜色。看他们，我是姨母笑的。楚楚同学，天开始亮了，天开始亮了啊！搞了一宿。Hello， 想和大家玩一个默契小游戏，然后我就挑选3个幸运观众，大家可以猜一下我对他们的初印象和先印象。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木木同学，大家可以猜一下我对他的初印象是什么？高冷，真帅，对，对，其实我一开始觉得木木同学是一个比较难以靠近，然后非常帅气的同学。其实，在金融数学领域呢，概率问题一直是一个。但是我现在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大男孩。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大树。一开始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直率，就是给我一种北方大妞的感觉。但是我现在觉得呢，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很想让人抱抱她的小女孩。第3个呢是蚊子。陈柏霖老师。陈柏霖。陈柏霖老师。我一开始看到他就觉得他特别像偶像剧里面的男二。男二啊！天，这都为什么呢？是因为男二永远是属于大家的。听起来也不像什么好话。填好了，蚊子，没事儿，蚊子。好啦，我其实蛮害怕自己一些不擅长的东西被大家看穿，但是呢，通过这段旅程，其实我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完美是冷的，不完美是热的。其实那些让我们走得更近的瞬间呢，都不算太完美。比如说当时舞会上，男孩子为自己的舞伴争取项链的时候，大家的舞姿其实并不算多优美，但是菜菜，我当时真的很感动，你那个帅气的舞姿直接把我拿下。然后呢，在大象保护营里，大家形象真的很狼狈，但是给我带来了一场很难忘的打水仗经验。在最后一场咱们日落冒险的时候呢，很谢谢咱们端恋同学带给了我那么多惊喜。我好像在这段旅程中收到的第一束花和最后一束花都来自于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见面礼。谢谢。哦，这个真的很感恩，就是宇宙第一的船长能在那一天看到泰兰德最美的落日。哦，不是你这么看天空。哇，这个好惬意啊，这个路。如果呢，把人体拆解成化学元素，其实我们都是由氢、氮、氧、磷、硫组成。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些元素其实是由恒星爆炸来的，我愿意相信这种说法。这样的话，我们大家的故事其实也是宇宙的故事。今天呢是旅行的结束，但绝对不是我们春日4班的 ending。非常感谢大家给我带来一场圆满的旅行，谢谢大家。他们绝对高考作文分都很高。我变个装。
又有变装，又有变装。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怦然心动》吗？也是这样子的树，你知道，还有个秋千，2个人坐在上面。其实吧，就是就是大家知道我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跳舞啊？幸运。对，就是幸运2个字。其实我真的也是同样感受。我认识了大家，我觉得真的很幸运。我要感谢大家能陪我一起经历这每一段的故事，让我的这个白色的纸充满了色彩。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是我最后的秘密了。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春日4班的同学们。DJ drop the beat。如果跑掉了，千万不要怪我。加油！太帅了吧！小庄还是做了很多准备的，是的，底牌一张又一张的。Respect, bro。太帅了 OK， 就是其实，哎，有点破音，哇，怎么唱歌时候就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环节的互动了。哇，还有底牌，我有一点小礼物送给大家。怎么突然气泡音了？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是什么？这其实是张刮刮乐。对。哎，我还挺会抢答的。有标记的是吗？幸运观众吗？然后你们可以刮开你们的刮刮乐。再来一瓶。再来一瓶。VIP 观演资格无期限评委资格。对，我是评委。有私心吧？有私心吧，老师。美美，下面我们要进行一场走秀。哇哦！美女们，我们先来一遍好吗？然后评委要点评哦。来点掌声，男孩们！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啊，这节目挺不易的，早上5点还有人走秀的，这熬一宿。我觉得全都是超模。那你希不希望男孩们再来点？我们的木木。男人的胸膛是安全的港吗？5条路一定要贯穿到底。对。不期盼。哎呀，练真的好优秀哦，练真的很帅。天真的亮了，真的。天亮了。你这个刚刚氛围搞得太快乐，我就是把大家的氛围要拉回伤感的部分了。怎么上来就鼓掌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快就已经到毕业歌会了。我从小到大，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分别和毕业，所以我总在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我想一直当小孩儿，我想一直当小屁孩儿啊！我特别希望我能永远就是单纯下去，然后在这一路上，如果能有一个人陪我一起做小屁孩，就太好了。我真的很不想说毕业，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中还能不能再有一次这样子这么清澈、这么快乐的旅行了。我真的会
很想念女生房间里这帮女孩一天到晚哼哼唧唧叫我大树，或者说是男生跟在我背后叫我树姐的这些时刻。说到毕业总是会很俗套，我现在说的还不算太俗吧？没有听困吧？没有。好，我们来点俗的，但是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们一堆人一块儿在海边追逐的时候，他们真的好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啊！太棒了！老师，太阳晒屁股了！3、2、1，我们是白纱组合。或者说是2个人一块儿在沙滩上散步的时候，还有那些美丽的不真实的烟花，美丽的不真实的日落，所有的这些时刻，就是我怦然心动的20岁。哎呀，我没有想到我这把岁数了能遇到你们这么好的人。这把岁数了。就是遇到了像那种初中、高中才能遇到的同学，而且每个人都还特漂亮、特帅，就是太幸运了。除了对大家说的这些话，我也想对一个人说，希望这一次的旅行是我们变成更美好大人的起点。是时候出发喽。是的，船长。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住我们的幼稚和洒脱。或许，回到其他的城市，我们用更慢的节奏和更多的时间，再多了解彼此一点。当然没问题了，船长。收到。最后的最后，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给大家再做一遍我的自我介绍。我叫王博宇，博是博下雨的雨，但是你们可以叫我大树。我叫大树不是因为我长得高，是因为我在高中开学的画报上画了一棵特别大的树。也像我们班一样，以后我们班也会像这一棵大树一样茁壮成长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伦。致我们各位春日4班的我的同学们，非常幸运，我加入了春日4班。除了我模糊的小学记忆以外，这个是我第一次能跟这么多男生女生一起有一个班级的概念，能进行这么一场美妙的乌托邦一样的毕业旅行。其中呢，我最难忘的其实不是别的，而是那次在金密岛，我听了一条来自远方的留言。所以在这里，我想当着那个人的面跟你说，如果第一天楚楚知道这些情况，你还会参加这段旅行吗？不要后悔加入这趟旅行，因为你让我们，甚至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么美好、这么可爱的女孩。楚楚，你听到了吗？我理解的怦然心动，不仅仅是对人，也可以是对一些美好事物的触动。我在春日4班里收获了无数怦然心动的体验。我们一起看日出日落，一起经历暴晒，游荡大海，还有一起变黑的肤色，然后慢慢越来越显白的牙齿。女生们夜间闲聊时候互相依靠，然后还有男生们总是很绅士的对我们的照顾。所有经历的这些的每一天都让我心动不已。现在呢，收获了这么多美好记忆的我们，就要从春日4班毕业了。虽然我的个人简历上没有改变，但是呢，我的人生简历上却现在多了你们。最后菜菜 ，Hello， 我不太会说太多那种甜言蜜语，但是我想说，跟你相处的每一天，我都特别的开心幸福，然后我还要说谢谢你。你不上去抱一下他吗？
谢谢你第一次主动找我拍立得，我们拍张照吧。帅的。谢谢你，每次帮我换创可贴。然后谢谢你记得我喜欢什么，送我一大捧巧克力。最后谢谢你在泰兰德的最后一个日落下暂停了时间，在沙滩的吊床上，让我听到了一位21岁少年最真挚的留言。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where no one's been before, but it feels like home. They could say it all sounds crazy. They can say all's not mine. 这毕竟是心动留言，所以就还是留给你了。你开心不？今天很开心。你对我们的关系有信心吗？非常有信心大。A million dreams of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哪来的话？大家早上好啊！这个时间刚刚好，就是日落要出来的时间了。日落，日出，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困的只是说胡话啊。其实我想再自我介绍一遍，因为可能有些同学没有听到我最初的自我介绍。我叫蔡文浩，你们可以叫我菜菜。来自中国香港，目前就读于英国杜伦大学本科，营销管理专业。然后我是你们当中最黑、最没有什么才艺的同学，但是我希望你们现在看着我是在闪闪发亮的。这趟旅行就像我的一个流浪记，因为我会经常对着盒饭说。真香！哎呀，我会记住每天在曼谷叫我的起床的那只鸡。我也在餐桌上看见它了。真香！哎呀，但是说实话，最香的还是可以遇到各位 amazing、很人超级无敌美丽帅气的同学们，所以认识你们其实是我蔡文浩的福气。确实，其实日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刻，因为在我14岁的时候，我就被爸妈送到英国去了。14岁和21岁的太阳叠在一起，一颗是教会我如何成为更独立的小孩，另外一颗是教会我如何成为一个更真诚的大人。谢谢你们春日4班。我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说很多朋友，因为我其实真的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只是我真的很喜欢你们少年人的真诚。其实最后还是要谢谢徐若薇同学了。我不仅发现了你很多闪光点，我们所有人都发现他还会读心术，对不对？对。所以请你走到我的身边。猜猜他现在想什么花？你知道吗？其实他还会让时间暂停。只要他打一个响指哦，这个时间就会暂停，所以请你打一个响指暂停这段时间。来，你跟我来。把别人暂停了，把别人暂停了。好，不带这样的。其实我暂停的这个时刻，是因为我想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日落。日出，不好意思，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的日出，所以在这里拥抱一下，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 moment。
哇！哦，太阳真的出来了，好漂亮啊！但真的好好，有一群陪你这样幼稚的朋友。好好，年轻的时候被记录下这么多美丽的画，是都没有。哦，羡慕，谢谢。哎呦。哇，太阳升起，不是还没给人解开呢，怎么就结束了？这该班不是暂停了吗？我们毕业啦！我们毕业啦！恭喜！搞什么暧昧？慢点，慢点！哎呀，太棒了！共东洋拍拍西麦，西麦。行，咱也算毕业了吧？咱也毕业了，咱也毕业了。快从电视里爬出来吧！来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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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美好啊！确实确实。一起看着日出，一起重新开始，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步骤。他们录制的时候应该是3月份，所以他们是提前预知了一个夏天。哇！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录制的时间是6月21号，夏天才刚刚到来而已。一年过了2个夏天。所以他们是要重新回到我们这个夏天，回到他们正轨的生活跟学习当中来了。所以就像沈月说的那样，接下来不如把他们请到观察室来，快来吧，好好看看你们自己，好不好？ A few moments later. 下周2 12点还有额外惊喜加更，学长学姐呢将会返场，和春日4班全体一起重回开学典礼，欢迎收看。哇！最 happy 的时候，期待值拉满。快来快来！来，首先第一位，让我们欢迎到的是木木同学。Hello， 大家好。终于见到各位老师们了。好。来。哦，果然是又高又白。真的。我先坐在这里了。行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到的是楚楚和恋。楚楚和恋。哇！哎呀，好久不见！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干嘛？好久不见！你干嘛？我们还有些话没有问清楚。弟弟吧。请坐。来。来，第3组，让我们欢迎到的是猪猪和蚊子。他们跟我说蚊子变帅了很多，我要看看。Hello， 老师们好，你好，蚊子，你骗了我好多眼泪。老师们好。蚊子今天晚上有星星吗？蚊子有，包有的，有星星。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小庄和大树。Hello， 两个牵个手就进来了。你好。Hello， 大树有多高啊？一会儿告诉我。好的。真的有点高。最后我们欢迎到的是大伦和菜菜。欢迎。Hello， 好亮。好嘞，欢迎大家。跟慢
曼谷大学一样。曼谷大学，怦然心动。大家想先从谁先问起呢？那各位老师最好奇谁呢？我们先问问小庄跟大树吧，好不好？哇哦！你们对小庄跟大树有没有？一开始我做一下俯卧撑的。你们对小庄跟大树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你看我干什么？好多问题，你说那个。哎，为什么看到他们出现，感觉像偶像剧的主角走了出来，对，反而变成我们是不是有点紧张？我们也在紧张。对，是我们紧张感觉。我先问一下吧，因为在节目当中感觉还蛮好的，所以现在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呢？就是，你想先表达？我先表达吧。你表达。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到现在还是一直保持着交流沟通的，但是其实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节目之后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忙，毕业就回去毕业了。哦，忙毕业。不巧的是，正好我们有时差嘛。啊。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好像没有什么代沟。他的时差和我的时差一模一样的，就我可能会比较熬夜。我是早起，我跟他是同一个周期。哦，那你们要在一个国家还过不了了。保持现在这种关系，发现滑点。世界上最适合异国恋的。所以这样子分开到现在，这样讲应该是3个月左右。对，很神奇。你们有淡掉吗？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天都会聊天，然后就是每天也会说早上好、晚上好，然后分享彼此生活里的事儿，就感觉每天什么都聊。因为我洗澡的时候都在回你消息。没有吗？又给自己贴金。所以就是还在交流的阶段。对。因为刚回来，刚见第3天。那大树你还回去吗？我看我这个夏天过得开不开心？压力给他，应该不会不开心。那暑假你有安排吗？有一起计划的旅行吗？有，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是，你也不用再计划上我。保密协议啊。对，那个记得拍 vlog， 我们还得点评呢。我们还得观察，继续观察。好的。我看一些网友就说，你们俩有一点身高差嘛，可爱的身高差，网友想看。你们俩比身高，其实也没有那么，也不只是网友。想看。OK。等一下，我想看你把鞋子脱掉之后来比。哎呀，这个我还有老师，我还有给他准备，就是额外的。开玩笑。你还给他带了增高鞋垫啊？现在其实也不用带了，我朝我兄弟要一下就行。来帮我们比比吧。好。你介意吗，小庄？我不介意。现在其实还好吧？是，其实小庄不晚，小庄蛮好。对，就现在其实还好吧。我往后站一点，然后我往后站一点，你挺胸。是还挺好的 OK 的吧？真的是小庄其实不晚。其实还好吧，老师。是，我觉得挺好的。很合，就差大概1公分。那我要把鞋得穿上。你想穿上再来一张吗？来吧。啊，服装设计嘛，从头给你设计到脚。对，这没有，这也没有，这没有。是。这偏出来了，我没有啊。我也没有啊。我也没有。我已经够高了。行了，来吧。这上面的空气是不错啊。正好了。是。你知道他们俩除了身高还有一件事儿，就网友老觉得小庄无法公主抱大树。这也太小看太小看小庄了。把我1级证呢，我拿过来一下。小庄肯定可以。你试过吗？咱俩没试过。万一没成呢？对，是这样。我跟你讲。现实中看比较精彩。好。他俩互动还挺而且好自然。来呀，这样子抱是吗？对。OK。就是真的还好了。好轻松啊！大家再见。就走了，抱回家了。拜。厉害！可以。双耳出汗了。
小庄太瘦了。对啊，不吃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菜菜跟大伦吧，好不好？我有问题的。哟，来你的问题。我是听到场外信息说大伦给菜菜的备注非常的长，我想知道你给他微信备注是什么呀？不能骗人。没事，现在拿手其实机看。不，其实这样是菜菜后面加了一堆表情包。哦，就是其实是一些回忆那种，有大象，然后有巧克力，有花儿这种，是一堆那个 emoji 在后面。那我来问了啊，来，左哥，菜菜，请问第一问，舞会那天怎么会没认出来是猪猪呢？哇，马上回答。我好喜欢这种环节、我不敢讲。老师的问题都太犀利了。哎呦，怕溅着洗。他们仨。来，往这儿窜一点。我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因为楚楚和猪猪的身高啊、身材都比较接近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眼罩戴上之前，其实看到猪猪的站位其实是站在第3个的，所以我以为是他在第3个位置，所以就没有认出来。我觉得都是命运的安排吧，就过去的事情也发生了，然后现在的结果是我觉得最完美的结果。哦，好的，完美的第一答。来，第2问，为什么那么爱删抖音呢？这位知道？其实我也叫山菜老师，我也叫山菜。你好，你好。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他老删抖音，然后有人给他取外号叫山菜，有点叫菜菜。就是因为我其实删之前没有意识到，就是我的关注度其实还挺大的，然后经常因为可能我对自己有时候也得小不自信，所以有时候就会删掉。但是我现在就是非常谨慎的去发东西，没有这种问题。对，很好。第3个问题，请问为什么那么容易手滑呢？这就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各位的老师有没有试过刚洗完澡特别兴奋的去玩手机的那种状态，然后因为你的头发有时候一直在滴水，然后你又一直在划那评论，他自己会跑来跑去是吧？就按到那个地方，然后也没有意识到，大家所以洗完澡还是不要玩手机。我也经历过，这个我真的经历过。第4个问题，还有问题呢？也是场外信息，网上扒来的啊？请问，去日本到底是2个人还是群体？太犀利，太犀利了！你能再来点吗？我也很想听。我也想瓜田里的茶。其实对，我们一起去了日本旅行，就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时间。哇，好棒啊，很棒。其实问这些啊，因为真的是你们经历的真的很多，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儿，没有。但有的时候这个大家的解读都不太一样，所以也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这也一直以来，我经常在节目中说一句话：谁被24小时放在一个镜头当中，连续被这样看多少天，然后经历这些，其实谁都会经历到网上的很多事情，都不容易。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现在的关系是？我都已经被做成那个样子了，都单独去旅游了。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热恋当中，就是这种大大方方哦，很棒，勇敢。放烟花是吧？磕到了。快乐，满意了。大伦能不能夸夸菜菜啊？你觉得他哪些方面很吸引你？还是跟我里面说的一样，就是性格。其实我后来在节目里还有怀疑过，这是不是因为有镜头这样子？但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相处起来，他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很细心的人。菜菜呢？其实我写了一封信，这几个月很想跟他说，但是一直转在心里。我就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就是我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借这个机会可以跟他说一下，这段时间一起经历的事情。现场磕，可以，我写在我的备忘录里面。不用害羞。你好，大伦同学。你好。其实这段时间我攒了很多心里话想跟你说。首先，我想说的是，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其实我经常关注你的就是社交账号，然后就看到你说遇到的所有人都很好，然后这只是一些代价的时候，我就老是觉得其实是我搞砸了一切。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一次你关掉了评论，然后很多人来说大伦关掉了他的评论圈，所以大家都尽管来攻击杉菜的评论吧。就过了10分钟之后，你又打开了评论区，然后你说我们一起分担会更好一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内疚、很心疼。我想说，我的幼稚和任性其实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然后真的很抱歉。可是其实你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什么，然后也没有想过放弃我，没有吧？所以谢谢你，其实教会我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也谢谢你是站在我身边的恋人。其实节目结束后，你给我备注的是恋综男友，是这个备注。好，太我笑了一下。但是在4月19号那天，我去到北京，然后订了餐厅和鲜花。其实那天我也挺紧张的，就一直很忐忑，然后又一直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跟你说过，我其实以后不想再做你的恋综男友了。我想我们有未来和以后。我们有未来和以后。我记得当时节目后，我们异国恋了3个星期，然后其实在这3个星期有无数句的“我想你”和“等你回来”。我选中了520回来陪你过第一个情人节，然后当时真的很感动，因为你当时来接我的时候买了很可爱的花，还有我看到你激动的心情，我也非常开心。后来其实我们一起去旅行，然后发现其实我们真的也很合拍。虽然我有时候真的很幼稚啊，很讨厌，但是你偷偷说过，其实我的幼稚也是你喜欢的一部分。毕竟我是你见过性格最可爱的成熟男性。不，成年男性。然后其实17号那个活动是没有我的，不过因为那么久没有见面，其实我真的很想你。如果有能够光明正大的站在你旁边，我一定会很努力的去争取。也不是很光明正大，你也不是，就是我们那个看片会吧。好。然后其实现在我想说，我终于可以上桌了，可以名正言顺的做你男朋友了，可以名正言顺的做你男朋友了。亲一下，亲一下，大点声，老师。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哎，我没看到。我看到了，我没有来得及看，能不能再看一次？好，我回到我。太棒了，那个了吧？太棒了！ 我看到了 ，yes！ 这就是怦然心动。我看到了。我咋都不知道你啥时候写的？昨天就开始写。你看看人家，看看你，你也写呀，你抓紧时间呀。现在开始。还是你唱歌挺好听的，没有走调。看运气，有的时候是走的。好吧。其实我特别想跟你们这对说一下呀，的确这次承受了些压力在哈，但是感情是你们2个人的，所以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的走下去。祝福你们，勇敢做自己。大伦咋了？大伦？大伦真的太坚强了，他真的太坚强了，因为我是他完全的见证人，就是因为我和大伦一直是室友，然后我们在北京也见过。我们2个会聊很深刻的话题。大伦的心理年龄非常成熟，我不停地问他：“你真的 OK 吗？你真的 OK 吗？”他说：“没有关系，这是体验，这是人生体验。尤其是最近，其实舆论还没有过去，我相信节目过后可能会慢慢过去。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看到大伦，所以我太懂他是多坚强，然后他内核有多强大。这段时间对你来说难熬吗？你觉得？其实最刚开始还会看，然后后来就是
比如说这期播了，然后我就没有怎么看评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更多一个是感激，一个是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丢人。挺好的，丽丽做的很好。没事，没有。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细节啊，就刚刚大伦在讲这些的时候，猪猪还在旁边摸摸他的手。其实大家的感情有的时候跟你们想象的就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能设想了很多，我们自己心中有各种各样希望这个剧情朝哪一个方向去走，但实际上这是他们自己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感受，就容不得我们来给他们做一个 A、B 面的一个选择。没错，没错。对，生活的主人公是他们。收拾一下心情，咱们再来问问，咱们就像那村口的，就是他们过年回家了，然后哎呀，我们看子儿，然后看人了，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得问问啊。咱们再来问问楚楚跟恋，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朋友们？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对，我有想问的，我可以提问吗？可以。我有好奇的，你问。据我所知，楚楚在节目完了之后呢，其实去找过恋，在广州一趟是吧？这个事情我是想知道这个的，你们当时的具体是在玩什么？就是我们最后一天那个日落约会，对，然后那个时候我送给他了一张广州的陪玩证，记得。然后他就是去广州找我兑现这个来。那你们去什么地方玩了？就把广州我所有觉得好玩的都带他玩了。你们相处了几天？应该是2天吧。对，2天。但是那2天其实不是很幸运吧，就是本来有很多想要玩的景点，但是因为下雨，然后我们2个就是一直在吃。对。那只是玩了2天而已吗？什么情况啊？到底？我们怎么那么……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楚楚你是很勇敢说的哟。但是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还是有点紧张的，主要是老师感觉问的问题有的时候蛮直击心灵的。哇，明白。然后现在还是当朋友在相处，恋呢？对啊。那恋还能怎么说呀？没有，就是朋友，然后有一点点的好感，还是说就只是朋友？我觉得对我来说，楚楚肯定是超过普通朋友那种感觉。我们度过了这10天，第7天的时候，不好说他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在我心情最低谷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出现让我慢慢走上了上坡路，所以我非常感激楚楚。然后我觉得楚楚对我来说也永远是一个就是超过好朋友的一个关系啊。对，你也超过好朋友吗？哇，老师我就知道，就是轮到你了。虽然你回答很谨慎，但他回答不是很谨慎。因为你们的回答很关键，如果你们就是回答是另外一个答案的话，我就会有别的问题要问你们了。哇，一波接着一波，但是我可能讲句老实话，就朋友关系。朋友关系。对。好，那我就新问题要问你了。朋友关系对不对？对。你到底在节目里喜欢小庄在喜欢什么？喜欢，太好了！你把我们心里想问的问出来。左哥只有你，左哥还得是你，来都来了。对。啊，行，我也有点好奇。但是我讲这个 OK 吗？必须 OK， 当然 OK。就是第一天其实是和木木出去玩嘛。对。我当时就是在节目上说了句很诚实的话，我当时觉得。男嘉宾里面，木木是最帅的，现在也是这么觉得的，认证。但是当时玩的时候就觉得，哎，就是没有什么火花。但是第2天的时候，和小庄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会紧张的，就是你懂吗？面对喜欢的人，就是会有一点那种反应啊。反应。
因为我蛮慕强的，我就觉得小庄身上有很多技能，就是拉满。木不够强。我不知道是也强，但是他们不是说吗？当觉得一个男孩子可爱的时候，这个人就完蛋了。所以当时就会很可笑。完蛋了。他们现在都说我是超绝钝感力，但我当时就真没意识到，我当时就真觉得我可能努力一点，他就会回头看看我。哦，后面发现可能视角不太全面，没有感受到其实他也正在追逐另外一个女孩子。是，那个芭比公主和那个蜡笔小新不同两个国度的解读，他是解读成异国恋了。异国恋。我当时看那片子，心想说小庄在拽什么啊？打我吧！完就那几天刚播出，小庄每天就是给我鞠躬，他说没有想到我居然是这样子的。我说没关系。再来一个。就是给我呢。但我觉得小庄很幸福，也很幸运，就被楚楚啊、大树啊看见他身上很大的优点。对，被喜爱。真的。我也觉得，要没有你的话，我们也不会看见一个如此可爱的楚楚。真的，是的。感谢你哈。吓死了！怎么有一种阴阳的感觉？我们谢谢你啊！谢谢您。哎，那既然你都刚刚把跟恋的关系定义为朋友哈，那恋我就想问你一句了，我感觉到你对猪猪还是有一点感觉在的。我怎么没感觉到老师？超绝钝感力，好喜欢这个环节啊！老师，请问您是怎么感觉到的？我们都是看着这一季过来的呀。还是说都放在了泰兰德？放在那一刻了，就所有，因为我觉得就是猪猪，包括我们就是私下里接触起来，就是感觉她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生。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发现她更多身上的闪光点。更爱。您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放在，但是您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放在了那一刻，就放在那一刻了。但是恋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很优秀。因为我一直说你就是那种隔壁家的孩子，人又是那种很真诚，学习又好，然后那个才艺又特别多。谢谢老师的夸奖。没有，他已经在闪躲我了，已经在害怕了。他已经害怕我了。好，我听那个别人说楚楚说那个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你的不能。所以今天我在现场给你一个机会。跟他可以有一个互动。哇！那么先告诉我他是谁吧。常华森老师。怎么还有这拍啊？常森耳朵都红了。对，没事。他好慌。哎呀，漂亮女生就不一样哈，坐我旁边就没红过，你这耳朵哈。可以邀请老师跳一支舞吗？让我跳舞？我已经把毕生的交谊舞都传给我妹妹了。我不会。你怎么不会跳舞？你没参加过《青春有你》啊？我是四大废物。那三个跟他谁？那三个是谁呀？那就不为难老师了。你不进去想坐那边去啊？干嘛？闪电坐这儿来，闪电。老师，您坐人，老师。加油！是吧？老师，我最近就是有一个心动的男人。你的第一首，表白一下。闪电脸都红了，我。是恋吗？弟弟。你真的很喜欢恋哎。对，因为其实我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其实我感受到很多他心里的一些东西。你说就说，你别动手。对，就是说，我觉得吧，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很想要跟他有，哎呦，对不起，会想要有更多的沟通，这样。这样，你跟闪电一张陪玩卡，广州。我带你再玩一次泰国，要不要？好呀。去那个曼谷大学。好呀。行。
所以我就一直要坐在这哈。没有，换回来。练今天一直有一种害怕的脸。我真的很。他坐那儿有点危险，回来吧你。超幸福的一天。猪猪跟蚊子还没有问哈。是的，对。生日是怎么过的呀？对，过生日了吗？听，快！愚人节那一天。1号愚人节。愚人节那一天。对，就是蚊子老师也是兑现了在节目上那个诺言，就是帮我点了2个生日蛋糕，哇，都很可爱，非常可爱。只是点了。对，人当然是没到场，没有多大诚意，其实也。因为当时我问他，他就是跟朋友在一块过嘛，然后我就想给他点一个就是专门属于他的蛋糕，然后还有一个是他跟朋友一起吃的蛋糕。贴心啊，真的很有心。那你跟你朋友说这个蛋糕是谁给你订的呢？说是说了没？某个神秘的朋友。说了。那你们俩现在线下的沟通如何呢？线下有过沟通吗？咱俩好像跟我不是很熟的样子。听说好像蚊子挺主动的。啊？什么剧？我怎么没感觉到？我也有超绝钝感力。是不是表现的比较隐晦啊？没有感受到。因为他白羊座，其实我对白羊座的女生蛮了解的，因为我前任就是。好，没听。一如既往的会说话呀，蚊子。你们这个嘴啊，经常真的是祭天。对，就是有点 PTSD， 所以我觉得猪猪这样。我觉得天蝎座真不行，讲实话。不许说。一下攻击3个。不好意思。所以我觉得猪猪这样的女孩是很好，但是对我这样的男生而言，可能就是很适合做很好的朋友。明白。那你们就界定为很好的好朋友。因为你们2个人都有一个绝活嘛，就猜星座嘛。你们要不要猜猜我们现场这些人的星座呀？可以，可以啊。那就常怀森老师可以猜一下您的星座吗？在哪呢？因为我刚大左老师，不好意思，刚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一下没中。3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您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吗？我不太像。就是你如果选餐厅的话，你会选那种常去的，还是就是每次常去的？您可以经常察觉到你身边朋友细微的情绪变化吗？可以。那我大胆的推测一下，可能是巨蟹。很接近了。很接近哇！那你来，你问一个上半年、下半年就出来了。下半年不会也是天蝎吧？处女。哎呀，猜一圈，狮子座。这2个星座大师都有点下岗。其实也挺想跟猪猪聊一聊的，因为猪猪现在就是我看涨粉也涨得挺多的哈，开不开心啊？开心的同时就是有点忐忑吧，因为就是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和喜爱，但是我可能确实也是，就是很多的缺陷，就是大家可能尚未发觉，我很怕某一天大家现在太爱我，某一天发现，哎，这人怎么不那样啊，就突然恨上我。然后同时呢，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在包容我的同时，也把包容就是更多的献给所有的朋友，大家。最后再问了一下木木，到我了。你今天咋一个人来的呢？其实是这样，就是青青呢，她现在已经是我们里头唯一一个就是学生时代已经结束的人。对，所以她其实真的需要投入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在这场旅程结束之后。然后另外一个呢，她也想真正的去回归到她自己的普通生活里面。对，所以我今天其实是带着2个人的故事来这里的。那2个人的故事是？2个人的故事就是我们2个呢，现在其实都在上海。对。然后周末呢，我们可能会去一起找一些比较喜欢的地方，走走路、散散步，去真正的在线下去了解对方，去走入对方的生活里面。对。真能说呀，说这么多一句没回答。回答什么？就回答我们2个现在的状态是吗？对啊，关系啊，没审题。那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还是在节目里头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异国的这个事情。还有再继续讨论吗？是的，有再继续讨论。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挺忐忑的嘛，因为毕竟也没有剩多长时间了啊。其实是希望跟他能继续
走长远的路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也不知道出了国之后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的。明白。对，哎，我可以提问吗？你可以啊，可以。我想提问一下郭麒麟老师。您说。哎呦，我以为问我呢。那你没你的事儿。您是比较喜欢个子比你高的女孩，还是个子比您低一点的女孩？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第一期说选同桌的时候想选跟我做，但是后面大树出来的时候，你又说他是您的理想型。你是天蝎座，真假的？我在什么时候说？我在录节目时候口吐这种狂言。我是观察员呀，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啊？你也知道这网络环境，确实也是比较容易净化一下乌烟瘴气，我受不了了，我现在。没有，是这样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因为猪猪性格特别好，然后还特别的外向，我很喜欢这些个，就是咱们一块能聊得来，对吧？然后后来呢，主要因为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我也外向，我是挺外向的。重点是从小在北京长大，都外。你看小周在这算了，我还是更喜欢猪猪多一点。哎，你们有没有哪一期，比如说看我们的那些 reaction， 然后看到很生气，或者觉得说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呢？在那说废话呢吗？没事，随便说，随便说，我们肯定都往心里去。对，记仇。来，你说。我跳卷心菜，你笑最开心。对得好，哇！被他看见了。因为你真的是一个很好，我觉得他是个很搞笑的人。对，是。你知道你那个5条悟的时候，我简直笑疯了。好的。因为我觉得你对搞笑是一个很投入的一件事情，浑然天成。其实真的，今天特别感谢你们都能够回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你们其实是一群又很幸运，然后又特别不容易的孩子。应该是大树说的吧？说我没有想过我还能在这个年纪，还能拥有一群像初高中时期的一些朋友，真挚，这种感情真的是很真挚。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个很难得的机会。但是呢，你们也可能会因为节目承受一些本不该在这个年纪承受的一些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对你们的一次成长。而且今天你们能回来，我们也特别开心。其实《怦然心动》是第4季了嘛，想大学一毕业一般就是4年，所以可能这也是《怦然心动》20岁的毕业日。哇！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毕业祝福送给你们。毕业快乐！人生有多少个4年呢？4年可能是一个大学，4年可能是你的18岁到22岁，4年有可能是我们台前的观众的26岁到30岁。每个人的4年都不太一样，但这4年的陪伴，我们凝聚一心。也要感谢这群少年们给予我们4年的这4个夏天。也希望大家呢记住，怦然心动里的事和人，其实都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真实的爱着自己故事里的每一个人。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怦然心动20岁》，再见。来吧，合个影吧。好，还是怦然心动20岁，春日4班毕业快乐！耶！2020年夏天，4个人在一个总不开灯的房间里，有了一些想做新东西的冲动和想法。最早，我们为它起了一个更可爱的名字——扑通扑通的春天。在夏天结束之前，完成了一个有点漂亮的 PPT。起初并没有什么人相信这个节目真的能成，给素人发出去的很多邀请和私信都石沉大海，每个导演都在反复证明自己真的不是骗子。2020年11月，在绍兴终于面试并签约了第一个嘉宾恐龙。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赵金浩，是10后。第一次在白板上写下第一版的日程计划，第一次去四川踩点，第一次开机，第一次杀青，第一次全体审片，第一期节目上线。我们毕业了。2024年7月第4季第10期播出。如果毕业终将到来，我们想说，这4年其实还有一些无力回天的遗憾。在雨中排队核酸，
得知嘉宾出现负面热搜而爆哭的导演，在甘孜因不可抗力，上百号人在大巴上等待了一整个的雨夜。经过漫长的隔离，几组人马终于相会时，喜极而泣的导演不得不临时取消的很多拍摄点，还有踩点时绝美，录制时天气动人而无法呈现的场景。在这几个不是烈日就是风雪的春天里，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比呈现出来的内容多很多。好的，我们一起走过；坏的，我们也一起走过。突然都是星星。下面请再多给一些时间，允许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在幕后陪伴我们走过4年的朋友们。即使高反，也要坚持在工作中培养爱好、练习口琴的摄像老师，为了保持画面干净好看，身兼保洁的另一位摄像老师，说要为了怦然捡一辈子垃圾的制片老师，来开会的话见你都是用跑的美术老师，躲在三脚架下时时课堂姨母笑的服化老师，能文能武喜提横幅的后期老师，常常背着海量设备通宵赶路的技术老师，经常要处理各种突发苦活的舞美老师，还有更多没有留下记录的朋友们，在各个岗位上认真的陪着大家1年又1年的造梦。在海拔几千米的山巅，在异国荒芜的海岛上，很多次所有部门都是靠纯粹的人力来搬运材料和设备，用一双双手去搭建梦一样的旅行场景。这几百人不只是为了理想，更是为了赚钱和养家而聚在这里，完成一份浇筑心血的工作。这是一帮和台前屏幕前的人一样，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没那么完美，但有血有肉的人。很高兴通过一个作品与千万的各位产生这样的羁绊和连结。很庆幸能跟大家同途偶遇在这个星球上面。一年一年，怦然始终都在做毕业季的故事，一遍一遍的回望那些属于不同人的大学4年。如果我们也以4年一节点来审视这个节目的成长，那么4季之于我们就像毕业之于一个大学生。毕业快乐！20岁的夏天就先到这里了。怦然4追更日历，每周2更新正片上集，周3更新正片下集。SVIP 周2一口气看上下集，会员抢先看1周。周4砰砰蹦蹦大课间，解锁劲爆游戏局。周520岁的青春4件套，春日4班之最大揭秘。周6加更春日4班超多微博猛料。周日砰砰连看，春日4班直播陪你浪漫一下。周1春日4班同学录，探秘春日4班私生活。4周3纯享版，无观察室版沉浸式课堂看到爽。上微博搜索怦然心动20岁，参与互动，赢惊喜福利。上微博参与分享你20岁的夏天，一起邂逅炙热的美好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好喜欢这个氛围啊！同学们赶紧就坐。好的，老师。各位春日4班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一起为春日4班的同学们进行一次关于夏天的开学典礼。大家好，我是太太，你们也可以叫我山太哥也行。但是我这一次呢，其实是要重新夺回我星座大王的称号。哦，如果回到第一天，你会给谁留言？哇！你可以下速看。你不是少爷，是校队主力。嘿，
第二选择歌，求你去上青春。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朱老师。没事没事，其实你也没排上。装什么青春男大，想把你眼皮缝起来。再等一下。下面进入我们的通然游戏杯争霸战。蚊子、木木、蜘蛛，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想要跟谁组队？土方正学。好的，那欢迎雅雅、子萌、正正。说来就来了。我先说一下，如果你赢了我，你并不光荣。不是。太没眼看的，我真是抓喵快了，快了！木木干嘛呢？来看我，3、2。